我再来说一下反身动作，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步骤啊，必须按照我每一个说的元素，然后组合起来变成你一个完整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想啊，我只是出步了就叫转身体出步就是反身动作，不是啊，这个是你可能眼睛看到的一个效果。我前进了一步，我转了身体，你以为它就是反身动作的技术和原理和元素基本功了吗？并不是啊。我们先要理解的是主力腿的逢降肌外到内，动力腿 walk。当你压动主力腿的时候，动力腿的掌、拳脚、跟的滚动，可以直接推动了吗？不可以啊！滚动完毕之后，我需要怎么样？就主力腿在行进的过程中，我们动力腿的脚后跟需要在地上做一个直线的滑行，然后踩重心，这个是 walk 里需要的基本功的步骤啊。当你每一个虽然逢降肌是一个元素，但是逢降肌有很多技术，怎么压？什么时候压？压去哪里？这个你要学。walk 它只是迈一步上去吗？不是，它得主力腿驱动，动力腿滚动，滚动，滚动，滚动完能直接迈了吗？不能。推动、滑行，最后怎么样？接受重心啊，这些都是你需要去学习的。你把基本功学得越细，你舞蹈的细腻程度和连贯性和平衡感觉越好，这个是绝对不会错的。平衡力不好，为什么平衡力不好？一，你的基本功理解或者练习的不够细腻和专注啊，不够细腻和专注。它可能一个粗线条一滚动，它就踩下来了。它很不清楚的是，它完成这个蓄力和出腿动作以后，它不是直接到达的。它得有一段距离的滑行，这一段距离的滑行才是我们产生移动量和连贯性最重要的一点啊。所以当我去走 walk 的时候，我滚动完脚以后，它需要去作用的是主力腿的推动。主力腿推动的时候，动力腿不是去踩重心，主力腿的推动是为了让动力腿产生滑行距离，然后才是接受重心。啊，当你第二个步骤完成 walk 的时候，我要去考虑的是什么？是我的身体后背和我这个踩下来那条主力腿和主力边的外圈关系，我是否能让我的左后背超过我的右腿和右侧的共同重心？啊，这个是第三个。第四个是，当我后背产生力量的时候，我的头部是不是可以跟后背产生反向的拧转力？啊，你要产生这4个步骤以后，你连贯起来走。啊，连贯起来走，逢降肌 walk 后背头，你最后把它连贯起来的时候啊，你才知道，哎，这个动作连唱起来，它做的挺好看的啊，它做的很流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步骤做的足够细致，我把所有的单一的技术做的足够极致啊，以及我的连贯性非常好，最后我跳出来的就是第1名，反身动作组第1名，你就是反身动作组最后1名啊，因为技术。啊，谁越细，谁可能拿的分数就越高。但是这个细腻和细致程度啊，这个是需要通过时间去练习的，让它成为一个什么规律。所有的主力腿你都知道，主力腿要出步和旋转必用逢降肌。逢降肌把动力腿压出去的时候，动力腿滚动完必滑动，滑动到主力腿的时候，后背必超越。超越后背的时候，必产生头部的一个作用力啊！你把这个原理搞清楚，它的身体它都是一节一节连贯起来的，这一节驱动了这一节，这一节驱动了这一节，这一节驱动了这一节，然后咔咔咔咔啊，它一个力，它可能一个连贯，它最终形成的最后的动作的准确性就会高啊，准确性会高。所以我会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。反身动作的这个技术啊，帮助大家去巩固一下你的元素。那在所有的你一套组合，比如说我有4条5呈线的动作，你到底运用了多少？你不是说一个动作我们用了4个元素，不是说我们所有的10个动作用了40个元素，不是的。啊，10个动作可能只用了10个元素，因为元素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。啊，你只需要把这些公式全部背下来啊，以乘法口诀你先背下来啊，背下来以后我几乘几，我问你，你直接就答就可以了。所以基本功，每一个舞种的基本功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它反复就在使用逢降肌，反复在使用跟掌间滚动，反复在找到后背的内外圈，反复去找到头对应和反向拧转的力量，它就这几个规律。